Hi，我係 Abby，歡迎你收睇我嘅鋼琴教學頻道。相信 click 咗呢條片嘅你咧，都係想自學彈琴啦。咁我都發現咧，與其我拍10條片教大家彈10首唔同嘅歌，不如我拍1條片教大家學識睇五線譜。咁樣日後無論你想彈咩歌啦，可能係流行曲，可能係韓劇嘅主題曲，只要你有份琴譜喺手咧，咁就可以自己試彈啦。咁今堂咧，我挑選咗一首男女老幼都識嘅兒歌，就係有隻雀仔跌落水，咁即係英國嘅童謠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咁我預備咗呢首歌嘅琴譜啦，希望喺10分鐘之內咧教識大家睇五線譜嘅。咁唔同樂器用嘅譜咧都有啲唔同嘅。鋼琴用嘅譜咧通常係由2組五線譜組成，上面一組，下面一組。上面嘅五線譜咧通常係由右手負責彈奏，而下面嘅五線譜咧多數係由左手負責彈奏。咁你會發現咧，喺呢2組五線譜嘅開頭都有唔同嘅符號。上面呢個我哋經常會見到嘅符號咧叫高音譜號，英文係 treble clef， 亦都叫做 G clef。咁而下方嘅咧就係低音譜號，英文係 bass clef 或者 F clef。咁除咗譜號之外咧，五線譜嘅開頭都會寫上拍子記號。常見嘅拍子記號咧有4拍4、3拍4、2拍4同6拍拍。咁而有隻雀仔跌落水呢首歌嘅拍子記號咧係4拍4，咁係咩意思咧？喺五線譜上面，我哋會見到一啲垂直線，我哋叫呢啲垂直線做小節線，英文係 bar lines。咁佢用嚟將五線譜咧斬開做唔同嘅部分。咁每2條小節線之間嘅部分咧叫做小節，英文係 bars 或者 measures。咁當拍子記號係4拍4嘅時候咧，上面嗰個4字就代表每個小節有4拍。而下面嗰個4字咧就代表4分音符係1拍。咁4分音符嘅符號咧係由一個黑色實心嘅橢圓形符頭，再加一條符桿組成嘅。咁以呢個小節為例啦，呢2個就係4分音符啦。當符號係一個白色空心嘅橢圓形符頭，再加一條符桿咧，就係2分音符。咁4分音符咧，我哋會數1拍，而2分音符會數2拍。咁所以喺呢個小節咧，一共就有4拍，亦都解釋咗點解佢係4拍4啦。咁如果要講解晒所有音符嘅時值咧，就睇怕冇辦法喺呢10分鐘嘅影片入面完成嘅。咁但我相信咧，如果你本身識得唱嗰首歌，或者已經掌握嗰首歌嘅旋律咧，就算你唔識得數拍子都好啦，只要你知道要彈乜嘢音，咁你就會好自然咧督到嗰個節奏同個拍子出嚟噶啦。咁所以喺呢條片咧，我唔會花太多時間教大家點樣數拍子。呢條片最重要嘅咧係教識你喺鋼琴嗰度揾到同埋彈到五線譜上面寫嘅音符。咁事不宜遲啦，我哋馬上進入正題。咁其實五線譜上嘅音符咧係離唔開7個音嘅。呢7個音咧就係26個英文字母嘅頭7個字母，即係 A B C D E F G。咁但係通常學琴咧，我哋就唔係由 A 開始學嘅，而係由 C， 亦即係我哋經常聽到嘅 middle C 或者中央 C 開始學起。咁喺鋼琴上咧，話明係 middle 就即係代表呢個音咧係喺鋼琴中間嘅位置嘅。咁你亦都會發現啦，鋼琴嘅黑鍵係以每2個同埋3個為一組嘅，咁佢哋係互相交替。咁而 C 音咧就係喺每2個為一組嘅黑鍵嘅左下方呢一個白鍵，咁佢就係 C 音啦。咁所以如果你用2隻手指去揾，譬如呢一組黑鍵，咁佢嘅左下方呢一個咧都係 C 音。咁喺低音啲嘅位置，譬如2個黑鍵，佢嘅左下方咧呢一個都係 C 音。咁而 middle C 嘅嗰個 C 當然就係最中間嘅呢一個 C 音啦。咁喺五線譜上面咧，我哋有一個口訣叫做下加1線 C。咁喺高音譜號嘅五線譜上面咧，如果我哋喺呢5條線之下再加多一條線，咁喺呢條線上面嘅音符咧就係 middle C 啦。咁所以我哋會用下加1線 C 去記嘅。咁當你見到五線譜嘅呢個 C 音咧，就代表要喺鋼琴上面彈啱啱講嘅呢個 middle C 啦。咁知道咗 middle C 嘅位置之後咧，其他嘅音符就容易處理好多啦。五線譜上面嘅每條線啦，同埋每2條線之間嘅空白位置咧，都可以擺一個音符嘅。例如呢個係 middle C 上面，又喺五線譜最底嗰一條線之下嘅咧，就係 D 音啦。再由下至上寫嘅音係 E、F、G，
咁我哋都只係按住英文字母順序去數嘅啫。咁但係記住咧，下一個音就唔係 H 喎，因為音名只係得頭7個英文字母嘅啫。數完 G 之後咧，呢個音符又會翻去 A 開始再數，如此類推。咁如果由上至下數咧 ，Middle C 下面嘅呢個音咧就係 B 音啦，因為 C 嘅前一個英文字母係 B。咁如果喺下面再畫多一條線咧，我哋就可以標示 A 音同埋 G 音。咁所以要記住咧，淨係得5條線其實係唔夠標示鋼琴上面所有嘅音嘅。我哋可以喺五線譜嘅上方或者下方再加多幾條附加線，英文係 legerdlines， 咁去標示其他要彈嘅音符。咁有一個規律咧，就係當音符喺五線譜越高嘅位置咧，我哋就會彈鋼琴越近右邊嘅高音區域嘅。咁反之啦，如果音符喺五線譜較低嘅位置咧，我哋就會彈鋼琴近左手邊嘅低音區域。咁例如喺五線譜上面呢幾個比 Middle C 高嘅音咧，喺鋼琴上面咧就會位於 Middle C 嘅右邊。咁所以 D 咧就會係呢一個 ，E 咧係呢個 ，F 咧係呢個，如此類推。咁至於喺 Middle C 下方嘅呢幾個音咧，喺鋼琴上面就會係 Middle C 嘅左邊。咁所以咧呢一個係 B 音，呢個係 A， 呢個係 G。咁講咗咁耐，到底有隻雀仔跌落水係彈邊幾個音呢？咁我哋嚟睇一睇五線譜啦。咁我哋先唔好理會呢個音符係實心定係空心，亦都唔好睇呢音符隔離嘅直線或者小點。咁我哋目前最重要嘅咧係揾出到底要彈邊幾個音。咁第一個音咧係落喺呢一條線上面嘅，咁佢係 G 音，即係喺鋼琴上面 C、D、E、F、G， 咁就係呢一個音啦。咁而第二個音咧係 G 音嘅上一格，即係喺鋼琴上我哋向右移一格，咁所以呢一個係 A 音。咁下一個音咧又向下移變翻做 G 音，所以我哋再彈 G。第四個音咧，再落一格就係 F 啦。咁我哋已經揾到有隻雀仔呢4個音啦。咁由於時間關係咧，你應該知道點樣揾埋之後幾句嘅音，咁我就唔逐一講解啦。我哋跳去最後一句鼻水沖去，咁就係呢4個音 E、G、E、C。咁最後嘅音咧係 Middle C 嚟嘅。咁全首歌嘅音符就係G A G F E F G D E F E F G G A G F E F G D G E C， 係咪好簡單呢？咁左手要彈啲乜嘢呢？我哋去睇下低音譜號嘅部分啦。咁要留意嘅係咧，同一個音喺高音譜號同低音譜號上面咧，係寫喺唔同嘅位置嘅。譬如當 Middle C 寫喺高音譜號嘅五線譜上面咧，位置係下加一線 C；但如果寫喺低音譜號上面咧，就會係上加一線。咁所以要睇清楚個譜號係啲乜嘢咧，先至好彈奏。咁揾到 Middle C 之後咧，由上至下數，下一個係 B 音。喺鋼琴上面咧，呢一個就係 B 音啦。咁因為喺五線譜上面咧，佢係喺 Middle C 嘅下面，咁亦即係話喺鋼琴上面咧，佢係會喺 Middle C 嘅左邊嘅。咁再下一個音係 A， 即係呢個音，之後又會翻去 G， 即係呢個音，如此類推。咁我哋只需要倒序數英文字母，同埋緊記咧音名只係得 A 至 G 呢7個英文字母組成就可以噶啦。咁而喺 Middle C 上面嘅音咧就係 D。喺鋼琴上面咧會彈 Middle C 右邊嘅呢個音，咁佢就係 D 啦。咁同樣地咧，我哋可以喺低音譜號嘅上方或者下方再加更多附加線去標示其他音嘅。咁我哋去睇下有隻雀仔跌落水嘅低音譜號部分啦。左手喺每個小節咧都係需要同時彈3個音嘅。咁由於時間關係咧，我已經將每個音嘅音名寫咗喺個音符旁邊。咁唔難發現咧，喺第1、2、4、5、6同第8個小節咧，要彈嘅音都係一樣嘅，包括較低音嘅 C 音、E 音同埋
同時彈嘅效果咧就會係。咁順帶一提咧，呢首歌嘅所有音符都係白色空心嘅橢圓形，咁旁邊咧係冇任何符綱或者小點嘅。咁呢一個音符咧叫做全音符，係相當於4拍嘅。再睇埋剩翻嘅第3同第7個小節，呢兩個小節要彈嘅音都係一樣嘅，我哋會彈 B、F 同埋 G 音。咁同時彈嘅效果咧就會係。咁講咗咁耐，我哋即刻聽一聽雙手合奏嘅效果會係點嘅咧？咁喺啱啱嗰首歌入面咧，你會發現我哋只係用到鋼琴嘅白鍵，而冇用到黑鍵嘅。但係好多時候咧，如果你喺網上揾到一份琴譜啦，十居其九咧，佢都唔係屬於 C 大調嘅，意味住咧大家係需要彈到黑鍵。咁但係始終由於時間所限啦，關於呢一方面嘅樂理知識咧，我就唔能夠喺呢條片度講解啦。但係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譬如點樣睇唔同嘅調號啦，點樣數拍子，或者想了解咧樂譜上面唔同音樂符號或者術語嘅意思咧，你可以睇翻我之前拍嘅影片《鋼琴基礎入門系列》，咁我都會將相關影片嘅網址咧放喺下面嘅描述欄。咁如果你有咩疑問咧，都歡迎你留言問我嘅。咁最後，如果你覺得條片對你有幫助咧，都請你 like 呢條影片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咁我會拍更加多鋼琴教學影片嘅。多謝你收睇 Enjoy Learning with Abby， 我哋喺下條片再見啦，拜拜。